欧阳空宇此话一出，图腾龙族族长难掩尴尬，但却笑容不减。毕竟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没有白跑一趟，所以管他是给谁的面子呢？前辈认识我母亲，楚风则是更加关心欧阳空宇与自己母亲是否相识，有过几面之缘。欧阳空宇淡淡的一笑，也并未说太多，可这淡淡的笑容，可却仍是让人们意外。毕竟这位之前都是冷着脸，哪怕面对堂堂图腾龙族族长也是如此，所以对楚风的这抹笑容便显得不同寻常。不知是对楚风的欣赏，还是与楚风母亲的交情。别在这站着了，到我的道观休息吧。欧阳空宇挥了挥手，前辈，您这道观没有任何隐藏，我们过去是不是不太好？图腾龙族族长却有些犹豫，他的担忧自然是楚风的身份。如今楚风与7届圣府的恩怨，谁都知晓，若是传出去，必然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我说叫你们休息，就去休息，哪来那么多废话呢？我若是惧怕那届天人，便不应这个差事了。欧阳空宇声音响彻，可人已经不见了，已是回到了道观之内。好大的脾气啊！龙成宇有些不悦，虽说他们来此是有求于对方，可自己的父亲被人家这样对待，做儿子的自然有些不爽，也就是害怕坏了楚风的事，不然他早就开队了。欧阳前辈向来如此，那咱们就客随主便，听欧阳前辈安排吧。相比于龙成宇，图腾龙族族长却是没有丝毫不悦。于是楚风等人也是来到了道观之内。道观很小，所有人都在大殿内待着。欧阳空宇为贾令仪把脉，楚风与白云清都是在一旁观看。王强等人这是坐在殿内休息。那位原本修炼的少年见来了客人，也是停止修炼，赶忙端茶倒水，悄悄打量了一圈几人后，眼睛便几乎一直锁定在楚风身上，不仅目光炙热，小脸还红扑扑的。怎么了，小兄弟？是看上我兄弟了？王强故意打趣。我没有。少年道。怎么学我？王强瞪着眼睛。我没有。少年慌了，连忙摆手，还说没有。王强故作生气，可欧阳空宇却开口道：他与你一样，天生结巴，治都治不好。话罢，欧阳空宇转头看向楚风，楚风你放心，他的取向没有问题，他叫田明，听闻过你的事迹之后，特别仰慕你。闻言，楚风看向田明，点头一笑。见状，田明收起恐慌，笑容格外灿烂。虽然是个结巴，但田明长得倒是不错，尤其这稚嫩的年纪，看起来十分舒服。年轻真好啊，尽显朝气，真是有些怀念从前了。毕竟我年轻的时候，那可是人见人夸的。王强说话间，特意看向龙木西，龙木西没有任何反应，倒是龙成宇好奇地问道：王强兄，都夸你什么呀？修武天赋高吗？夸我年轻。王强道：龙成宇语塞，夸年轻人年轻，这怎么好像不像好词？倒是实在没什么夸的，硬憋出来的夸奖。王强继续感慨：岁月不饶人啊，一转眼都这个年纪了。是啊，龙成宇附和，似乎也颇有感受。你们什么年纪啊？一群小屁孩，还觉得自己大了不成？修武界而言，不足100岁与婴儿无异。图腾龙族族长道，但这话也并无道理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修武者活到万岁太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就算天赋很差，修为偏弱，但活个几千年也是不难。可此时欧阳空宇却收回了为贾令仪诊脉的手，眉头微皱，想不到会受这么严重的刺激。前辈，能让其清醒吗？楚风问。需要些时间，且不能保证一定有效。你要治吗？要治我便准备一下。欧阳空宇道。治。楚风道。好，你们在此等我。欧阳空宇说话间便离开了此地。父亲，这位欧阳前辈值得信赖吧？龙成宇暗中询问。放心，欧阳前辈虽然性格古怪，但人品绝对没有问题。图腾龙族族长说道。此时楚风也走到图腾龙族族长近前。前辈，感谢您带我来此。楚风小友，这就没必要了。图腾龙族族长赶忙摆手。前辈，我是想说，图腾龙族乃重要的时期，还需您主持大局，您不必留此陪我。楚风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他知道图腾龙族族长觉得欠自己很多，想尽可能的补偿楚风，可考虑也是相互的。若是图腾龙族族长真的没事，有这样一位人物跟在自己身边，那自然最好。可现在图腾龙族确实是关键时期，重新掌管图腾天河道还是其次，关键是仙海鱼族与苍穹仙宗接连出事之后，图腾龙族需要这位族长坐镇。楚风小友，那你此事结束，随时来我图腾龙族，就算7届圣府要对付你，我图腾龙族也愿庇护。图腾龙族族长道。好。楚风笑着应下，但并没有找图腾龙族庇护自己的打算。首先是不想连累图腾龙族，当然最关键的是，现在的图腾龙族也没能力庇护自己。本来楚风想让白云清也一同回去，可白云清却非要留下。于是待得欧阳空宇回来后，图腾龙族族长说了一声，便带着龙成宇和龙木西离开。王强与白云清则是留下陪着楚风。欧阳空宇回来后，便拿出诸多特殊的容器摆在了地上。这些容器不仅散发着热气，还散发相同的药香之气，在此之前应该是被特殊草药炼制着，所以才会保持这个状态。你们3个都会结界之术吧？欧阳空宇一边摆弄容器，一边问道。会。楚风3人异口同声，过来帮忙，但不要用结界之术。欧阳空宇说话间，
便将诸多相同的容器以及工具，以及3个乾坤袋分别丢向楚风3人。按照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些草药，记住一个步骤不能错，处理草药也必须到位。我知道你们都有天才称号，但这件事没那么容易，你们试试，能做就做，不能做也及时说，免得浪费我这草药。欧阳空羽大袖一挥，结界之力形成步骤图纸，那是告诉楚风3人如何使用那些工具以及容器来处理那些草药的。炼丹治病本就是界灵师较为擅长之事，对于各种药草自然也是颇为了解。可欧阳空羽拿出的这些草药连光芒都没有，乍一看十分普通，可实际上非常复杂，需要特殊处理之后才能使用。接下来楚风3人需按照欧阳空羽的方法，先用工具处理草药，随后再将草药进行拼接，这才能放入容器之中。这看似简单的步骤，实则难度极高。比如草药的处理分毫不可差，差了一点点将药力散尽，前功尽弃。他们3个就像是学徒一样，起初都有些发懵，不过很快楚风便掌握了诀窍，紧接着白云清也是掌握，唯有王强咧着大嘴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我弄不来就边上待着去。欧阳空羽不耐烦的道。对于欧阳空羽的态度，王强丝毫不气，反而大嘴一咧，好嘞前辈，您需要再叫我，笑嘻嘻的跑到了旁边。而欧阳空羽自己准备的时候，也会时常看看楚风与白云清。前辈准备好了。很快楚风便端着容器走了过来，而他拿过来的不仅是自己那份，王强那份他也一同处理了。以前有人教过你？欧阳空羽看着楚风处理过的草药，目露诧异。他的方法与结界之术不同，与传统医术也是不同，就算是天才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掌握。可楚风此时的完成品却根本不像是一个新手能做得出来的，最关键的还是如此短的时间内。第一次，楚风笑道，看来你的天赋并不局限于修武与结界之术。欧阳空羽面露赞叹之色，旋即说了一句，对了楚风，界天染在9天之巅说他将你母亲血脉剥夺了这件事，你不要相信。楚风察觉对方话中有话，赶忙问道，前辈此话怎讲？因为你的母亲不可能出事。欧阳空羽道，前辈为何如此确定？楚风问。直觉。欧阳空羽笑着说道，只是直觉，没有依据吗？楚风继续问。依据就是你母亲很强，而且我觉得她还有所隐藏。你小子能够被7界圣府追杀又安然无恙，自然是有些聪明的。那你觉得你的聪明是随了谁啊？自然是你母亲啊，那样聪明又有实力的丫头，怎么可能会有人伤到了她？至于7界圣府内似乎的确有着强大的力量，但那等力量不可能为界天然所用，既是7界圣府的力量，又怎会伤害7界圣府的天才？所以我猜测你母亲被关起来了是有可能的，但不至于被剥夺血脉。欧阳空羽道。他的分析虽只是个人猜测，倒也让楚风安心了一些。几乎足够了解其母亲的人都觉得他母亲不会出事，足以证明其母亲的能力得到了这些人的绝对认可。毕竟界天然可不弱呀。接下来在楚风与白云清的帮助下，欧阳空羽也开始正式为贾令仪进行治疗。只是最终他却叹了一口气，怎么会被刺激成这个样子？这个方子竟然都无效，这可是远古时期最伟大的医仙留下的方子。欧阳空羽一边皱眉一边感叹，前辈不行吗？楚风上前问。楚风，短暂让其恢复意识可以吗？欧阳空羽问。我只是想问他一些事，短暂恢复也是可以的。楚风道。那我倒是还有一个方子，我现在就做准备，但却还需要一味主要的药草。楚风小友，去取一下吧。话到此处，欧阳空羽看向田明，田明你为楚风引路，去将凝神灵草取来3颗。遵命。田明立刻应下。欧阳空羽则是将一把结界钥匙丢给了楚风。前辈，让我兄弟留下帮你吧，取个药而已。我去就行。王强起身说道。我信不过你，楚风去吧。欧阳空羽道。我擦。王强无语，但却道，那我也去。欧阳空羽没有理会，根本不在乎王强是去是留。在田明的引路下，楚风3人虽还在血脉天河，但却来到了另外一方上界。根据田明所说，欧阳空羽将那凝神灵草种在了这方上界的一片山脉之中，是因为那山脉之中有着一座特殊的湖泊，湖泊内释放的灵气比较适合凝神灵草生长。田明原本就生活在那座山脉下的一个小村子里，因缘际会下遇到了欧阳空羽，这才将他带到了道观之中，让其帮忙，偶尔也会教其修炼之法。楚风大人，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田明忽然变得紧张起来。什么事？但说无妨。楚风道。我想回家看看，就看一眼，和家人打个招呼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妹妹刚刚出生，现在应该也有5岁了。可我还没见过她。若是不行，爷爷也没关系，就当我妹妹说过，不要与欧阳大人说。田明越说越害怕，连头都沉沉地低了下去。看看家人而已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取到凝神灵草，我陪你去。楚风道。好，太太，太好了。田明露出灿烂笑容，看得出来他真的很想家，毕竟他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个孩子。而欧阳空羽性情古怪，田明应该很是怕他，就算想家也不敢说。接下来按照田明指引，那片山脉也是很快出现在远方。
原本是直奔种植凝神灵草的地方前去，可楚风因为视线广阔，也是看到了山脉角落的一个村子。但看到后，楚风却眉头微微皱起。村子内来了不速之客，所有人都被困住了。而那不速之客乃是狱宗之人，10名狱宗地狱使。那些狱宗之人不仅封锁了村子，更是布下了大阵。那不是寻常阵法，更像是一种特殊仪式。眼下一个小女孩，倘若小女孩在那大阵中间，狱宗的地狱使则是催动阵法，那个架势很可能是要对小女孩做不利之事。毕竟狱宗可是出了名的喜欢残害天才，可恶的狱宗若没发现倒也罢了，既然看到了，楚风无法坐视不理。楚风并非喜欢多管闲事之人，可他最憎恨一种人，那就是欺负老弱病残的人，更何况还是狱宗这种。于是楚风直接调转方向，向那村子的方向飞掠而去。楚风大人，错了。见状，田明还想纠正，可楚风却抬手布置一座小型的空间阵法，将田明收入其中，旋即收了起来。此举乃是保护田明。兄弟，伪装一下。楚风看向王强，楚风能看到的，王强也能看到。他知道楚风调转方向的原因，但王强却很不解。兄弟，区几个半神而已，没必要伪装吧？万一暗处还藏着其他人呢？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咱们就算得罪7届圣府，也还是先不要得罪狱宗，毕竟这种躲在暗处的势力会比较麻烦。楚风说话间便布置伪装阵法，王强也没有抗拒，直接接受。很快，楚风与王强便来到村子近前，只是一掌便将封锁结界轰成粉碎。随后一道威压从天而降，在场的10名地狱使直接趴在了地上。这10名地狱使之中，虽然有1名魔字地狱使，可那魔字地狱使的修为也只是半神中期，在楚风与王强的面前，他们根本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一群畜生，这么小的姑娘也下得去手？王强说话间抽出一把匕首，就要折磨这些地狱使。楚风也没打算客气，换做以往，楚风可能直接就痛下杀手了。这次之所以没有，是楚风还想询问一些事情。可就在此时，那位魔字地狱使却开口了：“你们是谁？我们乃狱宗之人，你们敢多管闲事？”这番话语带有些许威胁之意，所以王强怒意更盛，提着匕首便向那位走去。可楚风却立刻抓住了王强，旋即意念一动，威压增强。那9名地狱使一声惨叫，皆是昏死了过去，唯有那魔字地狱使没有事。这一幕让那魔字地狱使也是有些诧异，他能感觉到楚风的威压是故意放过了他，所以他才没事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大袖一挥，露出了真容。看到楚风，那魔字地狱使竟变得无比激动。楚风小友，竟然是你！